想象一下，有一天你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散步，突然在融化的冻土里发现了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生物。它看起来像是大象，但全身裹着厚厚的长毛，还有那弯曲的长长象牙。你揉揉眼睛，这不会是传说中的猛犸象吧？没错，就是那个在冰河世纪漫步的大块头。这听起来像不像科幻电影里的桥段？实际上，随着气候变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被冰封在远古时代的猛犸象正在重新走进我们的视野。其实，在动画电影《冰河世纪》中，猛犸象就作为主角之一活跃在荧幕上，叫做曼尼的那只猛犸象憨厚又有点可爱。银幕上的猛犸象虽然是虚构的形象，但它让大家对这种远古生物充满了好奇与亲切感。现实中的猛犸象或许没有那么逗趣，但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复活，相信也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大明星。猛犸象是一种生活在冰河时期的古代巨型动物，人们常常把它想象成披着长毛的庞大大象。事实上，猛犸象在大约1万年前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只在传说和化石中留下痕迹。不过，说它消失也不完全准确。其实，早在几个世纪以前，人类就已经发现了这些远古巨兽留下的痕迹。在西伯利亚，猎人和探险家时常能挖出巨大的骨头和长长的象牙。一开始，人们并不知道这些遗骸属于什么生物，当地还流传着传说，认为那是地下沉睡的怪兽或者巨大的鼹鼠。直到近代，科学家才确认那些巨骨正是猛犸象的遗骸。19世纪初，有一位俄国探险家在西伯利亚冻土中找到了整只冰封的猛犸象，那消息传到欧洲引起轰动。想想看，在没有现代电影特效的年代，突然有人说在冰块里发现了一头古代巨象的尸体，这相当于真实上演了一出冰封的远古传奇，怎能不叫人瞠目结舌？随着时间推进，世界的寒冷角落，也就是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层中，猛犸象的遗体被天然的冷冻柜保存了下来。近些年来，随着冻土的融化，人们不断发现保存惊人的猛犸象遗骸，有的猛犸象尸体甚至皮毛、肌肉乃至内脏都历经万年仍然完好，让科学家们大开眼界。举个例子，2007年在西伯利亚亚马尔半岛的冻土中，就发现了一头保存极其完整的猛犸象宝宝柳巴。这个小猛犸象只有1个月大，身高约1.3米，体重50公斤，死去的时候还只是个喝奶的宝宝。科学家发现它的毛发、皮肤乃至眼睫毛都清晰可见，俨然就像刚睡着一样。除了尾巴有点损伤和轻微腐烂痕迹外，柳巴几乎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世人面前。柳巴尘封了4万多年，还能如此栩栩如生，让人简直难以相信它已经在地下沉睡了这么久。柳巴的胃里甚至还保存着一些母乳和草，这说明它很可能是在河边喝水时不小心陷入泥潭溺亡的。多亏了寒冷的冻土，它的小身体才能避开菌的侵蚀，一直冷藏到今天。而在最近几年里，科学家又陆续发现了几头猛犸象宝宝的遗骸。2010年前后，西伯利亚一具幼年猛犸象遗体出土，人们给它取名尤卡。尤卡约莫2岁大，浑身的皮毛和肌肉都保存良好，甚至还留有部分完整的大脑组织。2022年，俄罗斯雅库特北部的冻土中又出现了一头小猛犸象，被命名为雅娜。这只猛犸象只有1岁多，身高约1.2米，长鼻子和面部几乎完好无损。在尘封了5万年后，还能见到这样的远古幼崽，不得不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除了这些可爱的猛犸象宝宝，其实成年猛犸象的遗骸也有大发现。上世纪初，俄罗斯的科学家就在西伯利亚贝列佐夫卡河畔挖掘出一头几乎完整的大猛犸象尸体。这头巨大的猛犸象甚至连胃里和嘴里的食物都保存了下来。研究者在它嘴里发现了未嚼完的植物，推测它很可能是在吃饭时突然跌入深坑被冻住的，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虽然这具猛犸象暴露在地表的部分被野兽啃食过，但剩余部分依然让人惊叹。通过它胃里的草和花，科学家得以了解猛犸象当年的食谱和生活环境。这类发现让我们仿佛有了一台时光机，
直接观察史前生物生活的细节。顺带一提，西伯利亚的当地人对猛犸象遗体早已见怪不怪。据说，他们发现冻土里露出的猛犸象肉块时，还会割下来喂狗，甚至有好奇的猎人尝过这远古的肉味。不过想也知道，几万年的冻肉口感肯定不怎么样，估计连重口味的吃货都难以下咽。当然，当地人这么做更多是出于好奇和实际需要。对生活在北极苔原的人来说，猛犸象就像埋在地下的宝藏，找到一具意味着经济上的收获，不仅肉可以利用，象牙也能拿去卖钱呢。虽然目前还没有真的从猛犸象遗骸中找到活着的细胞，但上述一个个重大发现已经让科学家和大众浮想联翩。大家不禁要问，既然猛犸象尸体保存得这么好，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些组织来复活这种远古生物呢？换句话说，科学上的克隆技术能不能让已经灭绝上万年的猛犸象重返人间？那么，真的要让猛犸象重见天日，我们该怎么做呢？恐怕不能像解冻一块冻肉那样简单的让它起死回生。这里就要说到克隆技术了。克隆听起来高深，其实原理很朴素，就是用一个生物的细胞在实验室里培养出和它一模一样的后代。上世纪末，科学家成功克隆出了一只名为多利的绵羊，这是第一例成年哺乳动物的克隆。科学家取出一只成年母羊的体细胞核，然后将其注入另一只母羊的卵细胞内。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卵细胞的原细胞核已经事先被移除，以腾出空间给供体细胞核。接下来，他们将这个融合后的胚胎放入第三只代孕母羊的子宫中孕育，最终出生的小羊与第一只供体母羊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听上去有点像在换零件。不过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科学家一共尝试了200多次，才成功诞生了这么一只多利羊。多利羊的故事告诉我们，克隆需要完整的 DNA 和活细胞，那么猛犸象有吗？遗憾的是，即使那些冷冻猛犸象保存得再好，它们毕竟已经死去了上万年，体内的细胞也早已不再活动，想靠简单给遗体解冻猛犸象复活是不现实的。科学家需要的是从这些遗骸中获取有用的遗传物质，然后照着葫芦画瓢创造出新的生命。第一种思路是尝试找到猛犸象体内保存完好的细胞核。如果运气逆天地好，科学家能在猛犸象的肌肉、血液等组织中发现仍然完整的细胞核，那么理论上就可以把这个细胞核取出来，注入现代的亲缘物种，比如亚洲象的卵细胞中，让亚洲象当代孕妈妈来怀胎。这样如果一切顺利，生出来的小宝宝就会带有猛犸象的全部遗传信息，等于古代的猛犸象获得新生。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实际上，这里每一步都是巨大的挑战。首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真的从猛犸象遗体中提取出保存完好的细胞核。实际上，就在2013年，俄罗斯科学家在西伯利亚北冰洋的一座小岛上发现了一头雌性猛犸象遗骸。当他们切开包裹遗体的冰层时，竟然有暗红色的液体流了出来，那液体竟然是猛犸象的血。要知道，这头猛犸象已经在冰里躺了1万多年，科学家没想到血液竟能以液态保存下来，这让他们兴奋地猜测，会不会在这些组织里还残留着可以使用的活细胞。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尽管血液和肌肉组织保存完好，但并没有发现真正存活的细胞。尽管如此，科学家还是提取出了部分 DNA 片段，但要拼出完整的一套染色体几乎是不可能的。细胞核这种东西非常娇贵，随时间推移 DNA 会不断降解，哪怕在寒冷的环境下也无法完好如初。猛犸象倒下后，可能经过了漫长岁月中细菌的分解和化学作用，以及放射线的照射，基因的信息变得残缺不全。科学家常形容，从古尸中提取 DNA 就像把一部烧毁的百科全书的碎页拼起来，你或许能拼凑出大概内容，但指望它字字句句都完整，那几乎不可能。有的团队曾不甘心地尝试死马当活马医，例如研究者把猛犸象肌肉组织里的细胞核提取出来，注入老鼠的卵细胞中，想看看这些古老的细胞核是否还有生命力。结果显现出一些令人振奋却又不足以成功的现象，
被激活的猛犸象细胞核似乎试图重组染色体，甚至隐约启动了细胞分裂的前奏，但最终仍然无法真正分裂成新细胞。换句话说，沉睡了几万年的细胞核偶尔还能闪烁一下生命的火花，却无法重新燃烧起来。由此看来，直接利用猛犸象遗骸中的细胞进行克隆，目前看希望渺茫。值得一提的是，克隆灭绝动物在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潜力。2003年，西班牙的科学家曾成功复制出一只已经灭绝的野山羊。那种野山羊原本生活在比利牛斯山脉，后来灭绝了。研究人员使用冷冻保存的组织提取细胞核并植入母山羊，最终生出了这只重生的小山羊。可惜，这只小山羊因为肺部缺陷只存活了几分钟便夭折。但这一案例证明，从技术角度看，利用克隆让消失的物种重现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成功率和挑战极高。对于体型更大、历史更久远的猛犸象来说，难度只会更胜一筹。那么第二条路呢？科学家们的脑洞可不止于此。如果直接用猛犸象的细胞不行，那就借鸡下蛋，用活着的近亲来帮忙吧。猛犸象的最是什么？正是我们现存的亚洲象。研究发现，猛犸象和亚洲象的基因有 99% 以上是相同的，差别只在细枝末节的基因上。研究人员通过测序分析，发现猛犸象和亚洲象的基因组其实极为相似，仅有极小%的差异。大约几十个基因的版本不太一样，而正是这些差异让猛犸象披上厚毛，囤积脂肪，并能适应寒冷。例如，猛犸象拥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变体，可以在低温条件下照样输送氧气，让它在冰天雪地里也不缺氧气，这是亚洲象所没有的能力。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关键基因一一植入亚洲象的基因组，那么培育出的动物在生理上就会更接近猛犸象。也就是说，亚洲象几乎就是猛犸象的孪生妹妹，只不过一个进化在寒冷的北方，一个待在温暖的南方。既然亚洲象和猛犸象这么像，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与其用猛犸的细胞，不如用亚洲象的细胞，然后把那些关键的猛犸象基因补进去。科学家已经从猛犸象遗骸中读取了它们的基因组序列，就像拿到了一本说明书，根据这本说明书对比亚洲象的基因，就能找出猛犸象独有的那些特征编码。比如猛犸象比亚洲象更耐寒，毛发更厚，脂肪更多，这背后都对应着特定的基因。如果我们用基因编辑技术，把亚洲象的胚胎细胞中相关的基因片段改造成猛犸象的版本，那么理论上就能培育出一个猛犸象版的亚洲象宝宝。这听起来就像是在拼基因的拼图，先拿现有的亚洲象当底板，然后把它改造成一头披着长毛又能适应冰天雪地的象。一些科学家戏称，这样诞生的生物或许算不上纯正的猛犸象，而更像是猛犸象和大象的混血，也有人干脆管它叫猛象。目前世界上已有科学团队朝这个方向努力，比如有研究小组已经在实验室里将猛犸象的部分基因片段成功植入了象的细胞，并观测到这些细胞能产生猛犸象特有的蛋白质。这说明用基因编辑改造亚洲象细胞在技术上可行。然而，从培养皿中的细胞走向一头活生生的小猛犸象，仍有重重难关。首先，我们需要让经过编辑的胚胎在母体中发育成长，但亚洲象怀孕一次将近2年，个头又大，把人工培育的胚胎移植给它，成功率未知，而且对母象而言也是巨大的风险。毕竟，要是胚胎发育不正常，可能会流产，甚至危及母象的健康。这对一种本来就珍惜的动物来说，听起来就令人担忧。为了解决代孕母象的问题，有人提出研发人工子宫，也就是在实验装置中模拟母亲的子宫环境，让猛犸象胚胎在培养罐里完成发育。这个创意乍一听很像科幻小说，可事实上，科学家已经在尝试人工子宫用于动物繁殖，比如用人造子宫成功培育过早产的小羊，这让人对未来培育猛犸象看到了一丝希望。如果能有一个巨大的人工子宫，我们或许不需要麻烦大象妈妈，就能让猛犸象宝宝出生。当然，这项技术目前还不成熟，实现起来也需要突破许多医学难题。有趣的是，世界各地已经有好几支团队
投入了猛犸象复活的竞赛。早在2011年，日本的研究者就宣布计划在5年内克隆出一头猛犸象。当时这个消息令全球瞩目。然而几年过去了，该项目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足见其中困难之大。此外，韩国的科学家也与俄罗斯雅库茨克的研究机构合作，试图寻找保存完好的猛犸象细胞用于克隆。他们甚至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来实现这一目标。虽然目前仍未成功，但这些努力都体现了人们对复活猛犸象的执着追求。到了最近几年，还有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加入进来，投入资金支持猛犸象的基因重组研究。可以说，从学术界到商业圈，大家对让猛犸象重返地球这件事的热情被不断点燃。尽管困难重重，科学界对于复活猛犸象依然充满热情。一些团队乐观地估计，也许在未来10年左右，我们就能看到第一头重返人间的猛犸象杂交幼崽诞生。比如美国有公司专门投入巨资支持这一研究，希望将来用基因编辑技术打造出真正的冰河时代动物园。然而，也有不少科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即便技术上可行，从伦理到生态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克隆和繁育过程变数太多，可能烧钱多年也未必能抱上猛犸宝宝。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实实在在的小猛犸象诞生的消息。不过，实验室里的努力仍在继续。科学史上曾经无数次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谁知道呢？说不定某个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能亲眼到一头毛茸茸的小猛犸象迈出复活的第一步。顺便说一句，对于很多人关心的恐龙复活，科学家则泼了一盆冷水。因为 DNA 并不能保存上千万年，像恐龙这样的古老物种，遗传信息早就荡然无存。人类即便想复活恐龙，也无从下手，所以恐怕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是看不到真正的侏罗纪公园了。相比之下，猛犸象算是幸运的，因为它灭绝时间相对近，还有残存 DNA 可以研究，这才给了我们尝试一搏的机会。另外，如果小猛犸象诞生后，它的养育和社交也是一大问题。野生象群中，年长的母象会照顾和教育幼崽，而猛犸象宝宝没有同类长辈，只能由人类或亚洲象亲戚来充当保姆。科学家可能需要安排它和亚洲象一起生活，让那些象阿姨们带它融入象群，学习大象的社交和生存技巧。毕竟，一头从未见过同类的猛犸象，可能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一头合格的象呢。如果没有象群教导，猛犸象宝宝可能会把人类饲养员当成家人。这听起来很温馨，但长远看终究不是办法。因此，复活猛犸象不仅是生物技术的挑战，也是动物饲养和心理的挑战。我们得照顾好这位远古归来的小可爱，让它健康快乐的成长。好，我们大胆设想一下，假如有一天，一只毛茸茸的小猛犸象呱呱坠地，重新站在地球上，接下来会怎样？我们是把它关在动物园里当明星，还是送它回到北方严寒的土地上，让它自由地行走在苔原上？猛犸象重返地球，不仅是科学上的壮举，更是一场生态上的大试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北极环境和猛犸象当年生活的环境也有差别。眼下全球变暖，北极地区的气温在升高，夏季变长。如果猛犸象真的回来了，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比冰河时期温暖得多的世界，它们能适应吗？也许科学家需要选择最寒冷的季节或地区放归猛犸象，否则这些怕热的大块头到了夏天可能会热得直喘气。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考虑猛犸象能改变环境，还得考虑环境是否欢迎猛犸象。好的一面是，猛犸象或许能成为生态工程师，别看它笨重，其实它在环境中起的作用可能很关键。举例来说，现代的大象会用身体推倒树木，踩踏草地，塑造出开阔的景观。猛犸象也一样，当年它们漫步西伯利亚时，就帮助把森林变成大草原。这在冰河时期很普遍，我们称之为猛犸草原。当广袤的草原覆盖北方时，阳光可以反射回大气，地面温度更低，连永久冻土都会更稳定。因为厚厚的积雪被动物踩食，不会形成保温的被子。这样一来，
地下储量巨大的冻土就不容易融化，温室气体比如二氧化碳和甲烷也就不会大量释出。听起来，猛犸象还有可能成为对抗气候变暖的小帮手呢。事实上，为了验证这些假设，俄罗斯西伯利亚已经有人行动了起来。在雅库特的冻原上，有一个科学团队建立了一个特殊的自然保护区，尝试复原冰河时期的生态系统。他们在那片被称作冰河时期公园的地方放养了各种大型食草动物，比如野牛、麝牛、驯鹿，甚至还有毛茸茸的原始野马。这些动物在那里自由活动，啃食植被和踩踏土地。科学家观察它们如何改变当地环境，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把猛犸象也加入这个大型动物团队，让这片土地真正重现当年冰原草原的风貌。不过，猛犸象的回归也可能带来不那么美好的结果，毕竟生态系统是个复杂平衡，各种生物之间微妙互动，如果突然闯入一个久违的巨兽，其他生物能适应吗？猛犸象是食草动物，会大量吃掉草和灌木，这可能会与现在北方苔原上的驯鹿和麝牛争夺食物。它们推倒树木，也可能破坏某些森林栖息地，影响那里以树为生的动物，比如松鼠或一些鸟类。再者，猛犸象活动时体型巨大，踩踏湖岸沼泽，可能改变水流和地形，甚至导致局部的泥土侵蚀。历史上，人类引入陌生物种造成生态灾难的例子不少。比如100多年前，人们把几只兔子带到了澳大利亚，没想到由于缺少天敌，兔子数量爆炸式增长，把草场啃得满目疮痍，危害了当地生态。尽管猛犸象曾经在它们可能被放归的地区生活过，从严格意义上不算真正的外来物种，但几千年的生态演变后，这些归来的老居民也许会被当成入侵者，产生我们预料不到的影响。还有一种隐忧是疾病和微生物。猛犸象本身早已灭绝，对现代环境中的病菌没有免疫力。反过来说，我们也不知道猛犸象身上是否会携带远古时代的寄生虫或病原体。如果一个冰封病毒因为猛犸象的尸体而重见天日，那可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当然，这只是极端的科幻式担忧。真正克隆出来的猛犸象很可能不会直接带有古老病毒，但它们可能不适应现代的病菌环境，万一一出现就被感染病倒，那我们折腾半天救活了它们，它们却因为现代的流感或其他疾病又倒下了，这可就尴尬了。此外，人类和猛犸象之间未来也会产生新的关系问题。一头猛犸象要是真的被放归野外，难免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好奇和关注。游客可能蜂拥而至去看它们，这会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当地居民又如何看待身边突然出现的毛巨人？要知道，现代的大象有时会和人起冲突，比如在非洲和印度，有大象闯入农田导致损失的情况。如果在西伯利亚某个村庄附近突然晃悠着一头猛犸象，村民们可能既兴奋又担心，安全问题和管理问题都会随之而来。另外，猛犸象要在生态中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数量和分布。一两头猛犸象可能只是稀有动物，只有当它们繁衍出足够大的族群，才能真正影响植被和土壤。但是从克隆开始，猛犸象数量肯定非常有限，也许好几年只有1-2头试验品。这段时间里，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围场或保护区内观察它们，而不敢贸然放它们到完全野外。等到未来，如果真的能有几十上百头猛犸象存活，那才会考虑让它们大范围游荡。在此之前，猛犸象更可能是被精心照料的科研明星，对生态影响也会被严格控制。总的来说，猛犸象重返自然可能带来一些生态上的好处，比如恢复草原生态和增加生物多样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帮助减缓冻土融化。但也有可能引发新的生态问题，需要我们密切观察和管理。或许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把珍贵的猛犸象放归无人看管的荒野，而是会选择在保护区里圈养，慢慢研究它们对环境的影响。一切都得走一步看一步，既不能过度理想化，也不能因噎废食。毕竟，直到真的看到猛犸象在苔原上悠闲漫步的那天，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它们带来的影响是福是祸。毕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在采取任何一步之前都必须万分谨慎，
确保不会破坏现有的平衡。其实，猛犸象复活计划并非孤立，科学家也在尝试让其他已经灭绝的物种重返世界。著名的渡渡鸟和袋狼，也就是塔斯马尼亚虎，这些项目各有不同的技术难点，但同样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我们该不该挽回过去因为人类行为导致的物种消失，或者我们更应该把精力放在拯救现在濒危的动物上？猛犸象复活的争议折射出的正是人类在科技进步与自然伦理之间的一场抉择，而每一个类似的尝试都是在书写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篇章。谈到克隆远古生物，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在那部电影里，科学家复活了恐龙，结果乐极生悲，恐龙失控引发了一场灾难。猛犸象当然比霸王龙温和多了，它们不会去追着吉普车满世界跑，但克隆灭绝生物所带来的伦理和风险问题却一点也不轻松。首先，有一个宏大的哲学疑问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猛犸象的灭绝有自然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可能有人类远古猎杀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它们在地球上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如果说大自然做出了选择，我们现在用科技让它们起死回生，是不是有些逆天而行的意味？这种扮演造物主的行为，难免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其次，猛犸象真的复活后，我们有责任善待它们吗？毕竟它们是我们一手制造出来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没有天然的族群，也没有妈妈教它们如何做一头猛犸象。刚出生的小猛犸象可能会把第一眼看到的饲养员当成家人，以后要么和人类或者其他亚洲象为伍，这对动物来说公平吗？猛犸象是群居动物，古时候它们成群结队行动，互相照顾，而现在如果只有零星几头复活的猛犸象，它们会不会感到孤独？更现实的是，克隆动物常常面临各种健康问题。多利绵羊虽然活了几年，但中年时就提前得了关节炎、肺病。克隆过程中的基因和发育异常可能让猛犸象短寿或多病，这等于我们亲手创造了一个注定受苦的生命，在伦理上让人不安。还有资源分配的问题，为了复活猛犸象，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但同时，我们眼前的许多物种正濒临灭绝，比如大象、犀牛、老虎等。有人会问，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这些资源用在拯救现存的物种上，而不是去复活已经不在的生物？一边是创造几只实验室里的猛犸象，一边是成百上千现实中的动物正在消失，这其中的取舍令人深思。当然，支持复活猛犸象的人会说，两者并不冲突，甚至复活猛犸象的技术还可以反过来帮助保护濒危动物。他们认为，通过开发克隆和基因编辑，我们将来可以复制濒危动物，保存基因多样性，让现存物种不至于绝后。从这个角度看，猛犸象项目像是一个科技练习，可以把成果应用到保育其他物种上。再来说说科幻电影给我们的警示。《侏罗纪公园》里，科学家为了追求震撼和商业利益，不顾风险地让恐龙复活，最终局面失控。虽然现实中复活猛犸象不太可能出现电影里那样的血雨腥风，但道理是相通的。人类往往无法完全预料引入一个消失已久的物种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就算猛犸象本身不会吃人，可如果以后科技更加进步，有人动起了别的念头呢？猛犸象之后，下一个会不会是史前的掠食者，比如剑齿虎或者古代巨狼？甚至有疯狂的想法提出，既然能克隆动物，会不会有人想尝试克隆一个尼安德特人？那可是早已灭绝的人类近亲，绝对是伦理炸弹了。这样的场景也让人联想起文学名著《弗兰肯斯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科学怪人。小说中，科学家创造了生命，却无法控制后果，最终酿成悲剧。当然，我们复活猛犸象并不是在制造可怕的怪物，但其中的伦理教训是相通的。当我们试图扮演造物主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的创造负起责任，否则就可能酿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此外，克隆技术的泛滥可能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伦理问题。现在已经有富豪花大价钱克隆自己的宠物狗，试图让心爱的宠物起死回生。将来会不会有人想克隆逝去的亲人，甚至历史名人？那情景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可以预见，如果我们在动物身上打开了这扇大门，
社会必然需要对什么可以克隆以及什么不可以克隆制定规则，否则科技一旦失控，科幻噩梦就可能成真。一旦真的有猛犸象降生，公众舆论的反应也会十分有趣。一方面，人们可能争相目睹这头跨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各大媒体轮番报道，动物园门口排起长队都不奇怪。另一方面，也一定会有人提出质疑，觉得让死去的物种安息不是更好吗？或者担心复活猛犸象会带来生态和安全隐患，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辩论恐怕少不了。可以想见，复活猛犸象不只是个实验室里的话题，它还会变成一个全社会关注的争议事件。我猜测，那时候网上肯定会吵翻天。回顾历史，人类活动曾直接或间接导致许多物种灭绝，然而如今，人类又试图通过科技手段让物种复活，这情景充满了戏剧性的反思意味。猛犸象的故事仿佛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或许，复活猛犸象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让地球上多一头长毛巨兽，而在于提醒我们，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要学会尊重自然法则，与历史的教训和解。那么，如果真的把远古生物带回现代，我们会迎来怎样的光景？是科学奇迹造福人类和自然，还是打开了未知的潘多拉之盒？这就需要我们集体去思考和权衡了。复活猛犸象乍看像是圆了人类一个梦，一个可以亲眼目睹冰河时代巨兽的梦，但实现这个梦的过程必须小心翼翼地兼顾科学发展和生态保护，以及伦理责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能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下与猛犸象面对面。当那一天到来时，希望我们的准备和智慧足以让这个远古巨兽的归来成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而不是科幻灾难片的重演。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复活猛犸象的尝试都代表了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也许在我们有生之年，就能亲眼目睹一头小猛犸象呆萌地站在我们面前。那一天如果真的到来，希望我们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迎接这位跨越千年的特殊访客。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科幻变现实的奇迹吧。